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的书叫做《伊斯兰例外论》。这本书回答了一个一直困扰我，相信也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这么难？世俗化就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宗教会慢慢的从公共领域退场，变成一个人的私事。就像基督教在欧洲经历的那样，最后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这些伊斯兰世界之外的旁观者总以为国家的世俗化应该是全人类所有文明的终极归宿。可是呢，伊斯兰世界似乎完全违背了这条规律。比如我们看看土耳其，土耳其是一直被视为世俗化的模范生了。但是在强力推行了近100年的西方化改革之后，一旦民主机制真正开始运转，选票却把奥尔多安这样的宗教保守派一次一次地推上权力的巅峰。整个国家正在快速的再伊斯兰化。我们再看看埃及，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以为那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可是结果呢？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不是世俗派，而是主张伊斯兰是唯一解决方案的穆斯林兄弟会。更加讽刺的是巴勒斯坦。2006年，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之下，巴勒斯坦举行了被公认为公正透明的民主选举。西方原本指望会选出比较世俗温和的法塔赫，结果呢，民众却把选票投给了哈马斯。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而这也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新鲜事，早在1979年，伊朗就给我们上过一课。当时的巴列维国王试图用强权把国家拽进西方世界，他不准女人戴头巾，强推全盘西化。可结果呢，伊斯兰革命惊天动地，一夜之间就把国家拉回了政教合一的轨道。这一桩桩一件件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这就好像在那个世界里，宗教保守才是某种深层的地心引力，是那个社会的稳定状态，而世俗化反倒像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非常态。为了维持世俗化，你需要强人政治，你需要军队，你需要极高的能量去对抗那个引力。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社会就像被压紧的弹簧突然被撤去外力一样，瞬间就会弹回那个宗教保守、政教合一的稳态里。那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这么难呢？《伊斯兰例外论》这本书抛出的核心观点非常犀利，就如它的书名所言，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就是例外的。请注意，这里的例外不是说它一定更好或者更坏，而是说它的出场设置与其他的宗教，尤其是与顺利完成了世俗化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诞生的第一天起，他们处理信仰与权力关系的方式就是截然相反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深层的基因差异，它才决定了世俗化对于基督教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阻力，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世俗化却是一种剧烈的、痛苦的，甚至可能是注定失败的基因变异。那听到这里，你脑海里可能已经冒出一个念头，这是不是基督教中心主义对伊斯兰教的恶毒攻击呢？还真不是啊。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沙迪·哈米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沙迪·哈米德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不太像是典型的欧美人的名字？没错，哈米德是一位埃及裔的美国学者，他自己就是一位穆斯林。这本书是来自于伊斯兰内部的反思。那下面我们就继续深入到这本书的细节里，我们把哈米德的这个伊斯兰意外论展开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伊斯兰到底拥有什么样独特的文明基因，这个基因又是如何在现代世界引发一场场剧烈的排异反应的。要看清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基因层面的这个差异我们就不能只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必须穿越回他们诞生的那一刻，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创始人究竟在干什么，当时都经历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大家想一想，基督教的始祖耶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在历史学家眼里抛开那些神性的光环，耶稣的社会身份其实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可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世俗政权之一耶稣虽然在传教，可是他的手里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他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建立政府。事实上，作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派领袖，耶稣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罗马当局的追捕。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后果：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必须在罗马法律的夹缝中求生存。耶稣从来没有试图去取代罗马皇帝，他甚至还主动划清了界限。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句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充满智慧的神学格言，但是在作者哈米德看来这其实是耶稣和那些最早期的基督徒为了保命而做出的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妥协。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皇帝陛下，您放心，我不想要您的皇位，我对世俗的权利没有任何兴趣，我只管人们的灵魂得救的事，我绝对不会越过这条红线。这种局面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维持了几百年，所以早期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思考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制定刑法，怎么样收税这些问题。他们被迫发展出了一套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生存的神学，那就是承认世俗权利的合法性，同时保持精神的独立。可以说，基督教在他的童年期就已经学会了如何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而存在。这就是基督教的出场设置。政教分离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它的原始状态。所以呢，当几千年后西方开始搞现代的政教分离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发明出什么新东西，他们只需要回归到耶稣原本的样子，让上帝管灵魂，让政府管社会，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对于基督徒来说世俗化可以说简直就是一次返祖，是一次回归本源。但是伊斯兰教这边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伊斯兰教的始祖穆罕默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派领袖。但是当他迁徙到麦地那之后，一切都变了。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国家建设者。大家注意这个词国家建设者。在麦地那，他不仅仅是神的使者，他还是那个新兴政治实体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在伊斯兰教的这个创世纪里并没有一个凯撒站在先知的对面，因为先知本人就是凯撒。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伊斯兰教的出场设置里，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是完全重合的。穆罕默德颁布的不仅仅是道德劝诫，还有具体的法律，如何分配遗产，如何惩罚盗窃，如何发动战争，如何缔结和平条约，这些都不是后人的演绎，而是直接写在古兰经和圣训里的神圣指令。所以当一个现代穆斯林阅读他的经典的时候，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关于灵魂救赎的教导，他看到的是一套完整的神圣的社会治理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并没有给一个独立的世俗的凯撒留下任何位置。如果有谁试图把伊斯兰教仅仅变成私人的精神寄托，把法律和政治交给世俗政府，那么在很多虔诚的穆斯林看来，这就不仅仅是改革，而是信仰层面的背叛。接下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两大宗教的圣书圣经与古兰经的本质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当然是非常神圣的，可是呢，它是上帝的话语通过人类作者记录下来的。比如保罗福音、路加福音，这是保罗写过的信，这是路加说过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它经过了人的手，带有人的风格和时代的印记。这就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既然是人记录的，那么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就可以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相当程度的灵活解读。但古兰经就不同了，在伊斯兰教义里，古兰经是真主直接的逐字逐句的言语，它不是穆罕默德写的，也不是他转述的，它就是神谕本身，一个字都不能改，一个标点都不能动，它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当神在这本经书里明确规定了遗产继承的比例，明确规定了对某些罪行的惩罚应该是砍手还是砍脚，这就不仅仅是建议，这是神的律法。你如何能去议论、去修改神的律法呢？这种对文本神圣性的极致强调，就使得伊斯兰教法，也就是沙里亚法，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这就引出了哈米德在书里提到的另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概念——成功的诅咒。这是什么意思呢？早期的伊斯兰教实在是太成功了，
在先知去世后的短短100年里，穆斯林的大军横扫了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广阔疆域，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扩张奇迹。其后发展出来的伊斯兰文明也是当时地球上的文明天花板之一。可以说伊斯兰文明的这个诞生过程简直就是顶级爽文的路子。对于当时的穆斯林来说，这种辉煌的世俗胜利就是真主眷顾的直接证据。信仰等于胜利，这个等式被深深地刻进了伊斯兰文明的集体潜意识里。而相比之下呢，早期的基督教简直就是一部苦情剧，是吧？它是伴随着各种苦难、各种迫害成长的，连始祖耶稣都被直接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伊斯兰教的这种早期的巨大成功，给现代的穆斯林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黑洞。当我们把时间轴拉到现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是什么呢？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是殖民统治，是自身文明的衰弱和停滞。从那个曾经横跨欧亚的辉煌帝国，到如今被西方碾压的这个破碎局面，这种巨大的反差在穆斯林心中产生了一种剧烈的认知失调。如果我们所信奉的是真理，如果真主许诺了胜利，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输得这么惨呢？这种我们本该第一，现在却是倒数的失落感，是现代伊斯兰政治运动最深层的心理燃料。穆斯林会怎么去解释这种心理落差呢？理论上来说，当然可以承认现代文明就是厉害，我们应该去学它。但是正是因为有那个无比辉煌的过去，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心态不是拥抱现代，而是恰恰相反。输是因为我们不够虔诚，是因为我们偏离了先知建立的那个完美的政教合一的模型。毕竟历史无比明确地证明过，那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辉煌。所以我们现在不行，恰恰是因为我们试图模仿西方的世俗化，结果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逻辑非常直接，那就是回到过去，回到那个宗教与政治完美融合的出厂设置里去。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穆斯林国家，穆兄会的那句口号“伊斯兰是解决方案”会有那么强大的号召力。那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它是在召唤一种失落的荣光。所以当西方人或者其他局外人试图去推销政教分离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推销现代化，但在很多穆斯林听来，这是在要求穆斯林承认自己的文明从根子上就错了。这就难怪这种推销往往就会遭遇最顽强的抵抗。当然，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了，既然基因里有政教合一的这种设定，那是不是改一改基因就好了呢？毕竟在很多宗教里都发生过激烈的宗教改革啊。这就是西方世界最喜欢做的一个梦。西方人总是期待伊斯兰世界能够出现一场像欧洲那样的宗教改革，出现一位伊斯兰的马丁路德。他们认为只要改革了，伊斯兰教就能够变得温和、现代、世俗。但是哈米德在这本书里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这完全是一种基于西方经验的误读。事实其实非常讽刺，那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宗教改革不仅不是解药，反而是剧毒的毒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完成基督教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到底做了什么。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核心口号是唯读圣经，他要绕过腐败的教皇与教会，直接回到圣经的文本。而且不仅要回到文本，他要让教会也回到最早期的那个贫穷的、没有权利、被迫害的早期教会。这虽然听起来很激进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过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它的出场设置就是我们不要管那些世俗的东西，我们只要管好不属于这个世俗世界的精神救赎就好了。所以当路德回到原点的时候，他释放出的就是一种把信仰个人化、内在化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教会的政治权威，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铺平了道路。那么如果一位伊斯兰版的马丁路德也搞唯独古兰经，也要绕过千百年来传统的那些解释经文的宗教学家，直接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始文本，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回想一下，伊斯兰教的出场设置是什么？是在战斗里所向披靡的先知，是建国的领袖，是事无巨细的法律条文。
所以，当现代的伊斯兰改革派萨拉菲主义者，也就是瓦哈比派，当他们高喊回到经典这个口号的时候，他们回到的不是一个宽容多元的现代世界，而是一个更纯粹、更强硬、更具战斗性的7世纪的阿拉伯。哈米德在书里列举了拉希德·里达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这样的一些早期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例子。这些人最初的初衷确实是改革，是想让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他们认为传统的伊斯兰学者太陈腐、太僵化了，他们想要像马丁·路德一样踢开中间人，直接去解读经典。可结果呢？这种理性的改革反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传统的伊斯兰法体系虽然看起来很古板，但是它其实有一套复杂的制衡机制。传统的乌里玛，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学者，这个阶层呢，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很重要的缓冲的作用。尽管不像基督教那边那么灵活，但这些学者也会根据现实情况去解释经文，避免极端化。比如他们对发动圣战的条件，对一些严刑峻法的实施，都通过各种拐弯抹角的解释设置了很多限制。可是一旦回到经典呢，那这个温和的缓冲层就被剥掉了，普通信徒就直接面对那些关于战争、关于刑罚和异教徒的写得非常激烈的经文。最后呢，你得到的不是那种信仰回归个体的偏向于世俗化的转变，你得到的反而是原教旨主义。这就解释了一个让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者往往比传统派更加激进呢？你去看看伊斯兰国 ISIS， 看看基地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伊斯兰教的新教徒啊。他们都极其厌恶传统的宗教权威，他们主张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阅读和执行经文，这非常非常的马丁·路德啊。只不过呢，路德从经典里读出来的是因信称义，而他们读出来的是斩首和建立哈里发国。书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断，哈米德说，伊斯兰教并不需要一场改革，因为它已经有过一场了，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所以哈米德警告我们，不要再幻想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会带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伊斯兰的语境下，越改革越激进。这真是一个很让人绝望的悖论啊！西方人眼中的解药，恰恰是伊斯兰世界动荡的毒药。那么既然基因改变不了，改革又是一条死路，那么伊斯兰世界难道就只能在极端主义里打转吗？也不完全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还有一波人，他们试图走出第三条路，那就是西方观察家最寄予厚望的温和政治伊斯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和派穆斯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一句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群人和那种拿着 AK-47 的恐怖分子可是完全不同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哪怕是在受到压迫的时候，也主要是在搞慈善、办医院、做社区服务。他们的理念听起来也非常诱人。他们说，我们不搞暴力革命，我们要接受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民主选举。我们要阻挡拉票，通过合法的程序上台，然后用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把伊斯兰的价值观注入到现代国家里。这听起来不是很完美吗？这就是所谓的中间路线。如果这条路走通了，那伊斯兰例外论就不攻自破了，伊斯兰教就真的能和现代民主兼容了。然而现实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的残酷，因为在伊斯兰政教合一这个黑洞一样的引力面前，可能是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的。这个引力太过于强大了，以至于被这个引力吸引和拼命抗拒这个引力的这两种极端的力量，会无情地把这个中间力量给撕得粉碎。我们就来看看穆斯林兄弟会的结局吧。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巴拉克政府倒台，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大获全胜，他们的代表穆尔西当选总统。那一刻似乎就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一场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噩梦。短短1年之后，埃及社会不仅没有走向和谐，反而陷入了彻底的撕裂。2013年夏天，有数百万世俗派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军方推翻这个民选政府。你没有听错，世俗派民众要求推翻民选政府。最后军队真的出手了。2013年8月14日发生了开罗拉巴广场大屠杀，至少800名穆兄会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被打死。作者哈米德当时就在开罗，
而最让他感觉到恐惧的，都还不是军队的残暴，而是埃及那些自由派精英的反应。这些自由派平时喝着咖啡，读着西方哲学，满口谈论的都是人权、法治、言论自由。但是在那天，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穆兄会成员被屠杀的时候，他们没有愤怒，没有同情，相反，他们感到了一种狂喜。有些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欢呼，杀光他们，把这些寄生虫从我们的国家里清除出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自由派会变得这么嗜血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伊斯兰例外论的这个恐怖的引力场里，可能根本不存在什么温和的中间路线。大家试着站在那些世俗自由派的角度来想一想，在西方，民主党赢了还是共和党赢了，无非就是税收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医保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只不过是一种政策分歧而已，尽管你可能很不喜欢另外一种政策。但是在埃及，当穆兄会赢得选举的时候，对于那些世俗派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生存威胁。因为穆兄会的最终目标，不管他们表现得有多温和，依然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还记得那个出场设置吗？伊斯兰教本身就包含了法律和生活方式。一旦穆兄会掌权，他们就不仅仅是管理国家，他们会通过教育，通过法律，通过在街头巷尾的潜移默化，去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他们会禁酒，会要求戴头巾，会把神学渗透进学校。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穆兄会的主张吗？前半句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上台，而后半句是用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把伊斯兰的价值观注入到现代国家里。这后半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要命的。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西式生活的世俗派来说，这不仅仅是输掉了一次选举，这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失去灵魂。所以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只要伊斯兰教还带着那个政教合一的基因，民主选举就变成了一场身份战争。要么是你死，变成一个彻底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要么就是我亡，变成一个世俗国家。埃及的自由派发现，为了保住自己的自由生活不被伊斯兰化，他们就必须支持独裁的军队代表去杀掉那些民主选出来的穆兄会，因为在他们眼里，不自由的独裁也比神权的统治要好。这是一种恶魔的交易，是在两种恐怖中选择更有可能活命的那一种。这就是伊斯兰世界里的自由的悖论。欧美的自由派是最支持民主的，但是很多伊斯兰的自由派是支持独裁的。而对于穆兄会来说呢，他们的失败也是注定的。他们试图玩民主游戏，但是他们身上背负的伊斯兰基因太重了，那个地心引力太强，一旦你想利用它，它就会把整个国家撕成两半。而这场失败的实验给所有的穆斯林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虔诚的穆斯林，你听信了长辈的话，你说好，我们不搞暴力，我们去投票，我们走合法程序。可结果呢？结果你们赢了选票，却被推翻了，被屠杀了。而全世界，包括那些整天喊民主的西方国家，对此竟然默不作声，甚至暗中支持军方政变。这种时候，你的内心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会彻底绝望，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温和路线是骗人的，民主是西方给我们的陷阱。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推倒重来吧。于是，一个怪物在这种迷茫和绝望的氛围里爬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伊斯兰国 ISIS。 关于 ISIS， 我们听过太多关于他们暴行的各种新闻，我们习惯地把他们当作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子，一群杀人狂。但是哈米德在书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低估 ISIS 的逻辑自洽性。ISIS 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吸引全球数万名穆斯林抛家舍业去投奔，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暴力，更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极其诱人的神学解决方案。它的逻辑其实是建立在我们前面讲的所有这些失望之上的。第一步，它否定了现代国家。他说，你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是西方殖民者在一战之后用尺子在地图上画出来的，他们是伪国。只要你还承认这些国界，你就永远是西方的奴隶。第二步，他否定了温和路线。他说，你看穆兄会，他们想搞民主，想和西方妥协，结果呢，被杀得人仰马翻。真主早就说了，不要信异教徒的那一套。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步，他重启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成功的诅咒。
ISIS 对信徒说，我们之所以输了那么多年，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建立真主的律法。现在我们要重建哈里发国，我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选举，我们就用剑与火直接把真主的国度搬到地上来。这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对于那些陷入绝望、感到巨大心理落差的穆斯林来说，这简直就是黑暗中的一道光。ISIS 承诺的不仅仅是领土，他承诺的是历史的回归，他承诺把那个战无不胜的伊斯兰重新带回来。所以在哈米德看来， ISIS 就是伊斯兰教例外论的一种极端变异，它就像是从那个政教合一的古老基因里长出来的恶性肿瘤。只要那个基因还在，只要现实的挫败感还在，这种变异的风险就永远存在。讲到这里，可能大家的心情都有点沉重啊。从出厂设置与现代世俗国家的互不兼容，到改革的陷阱，再到 ISIS 这种变异怪胎的诞生，伊斯兰世界似乎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那么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按照一般的套路，作者在最后通常都会给出一个光明的尾巴，比如呼吁加强对话、促进教育、等待实现的治愈等等。但是《伊斯兰意外论》这本书让我挺钦佩，但也感到一丝寒意的地方是，他拒绝提供这种廉价的安慰。哈米德得出的结论不是一种温和的妥协，而是一个极其尖锐的二选一。他指出，西方人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人其实犯了一个巨大的逻辑错误。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在中东，这不仅不是真理，反而是一个谎言。哈米德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在中东，如果你想要自由，比如说男女平等、宗教宽容、个人权利，那你就往往得靠独裁者来进行强行维持，因为只有刺刀才能够压制住那个保守的社会底色。而如果你想要民主，你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一人一票，那么你选出来的极大概率就是要求限制自由、要求实施宗教法的那些政教合一派。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悖论啊！要么是不民主的自由，要么是不自由的民主，你只能选一样，民主和自由必须要放弃一个。哈米德认为，对于现在的中东，民主必须要先于自由，这就意味着西方世界必须学会接受一种非自由的民主。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国家愿意搞选举，愿意建立一套机制，让权力可以和平交接，不再通过杀人来解决分歧，那么即使选上来的政府要求禁酒，要求戴头巾，甚至实行部分的伊斯兰法，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合法性，并且学会与它共存。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难以接受？是不是觉得这是对现代文明底线的步步后退？是的，哈米德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选择。他在书的结尾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撕裂般的痛苦。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穆斯林，他本人就是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信徒。他是喝着西方的墨水长大的，他在情感上无比向往那个个人权利至上的世界。但是作为一个诚实的政治学者，他不得不承认，在他的故土，那个自由的梦想目前只能通过残酷的独裁来维持。而如果真的尊重人民的选择，他就必须忍受那个并不自由的、充满宗教色彩的结果。而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才是一个稳态，才是真正有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持续的。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大同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梦想，并不是所有的花朵都会开成同一个颜色。伊斯兰世界可能永远都不会变成另一个欧洲、另一个美国。它会在一条独特的、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在这个神权与人权的剧烈拉扯中，走上一条我们完全陌生的道路。也许我们也只能是怀着敬畏，当然也怀着警惕，看着这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现代世界的惊涛骇浪中独自寻找属于它的，哪怕是我们并不喜欢的生存形态。好，这本《伊斯兰意外论》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